嘿，你准备好了吗？今年的天空将陆续为我们上演行星连珠、日月失序、超级月亮等宇宙奇观，轮番点亮天际，拉开一场属于全人类的宇宙狂想序幕。2026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年，送4个大活人重返阔别了50年的月球禁区，去火星的恶魔土豆上强行带回一捧外星土壤。这一年，地球人确实有点狂，我们要用32亿像素的天眼通缉宇宙杀手，筑起小行星防御盾牌，要派出顶尖探测器扫描全银河，揪出那颗失散已久的备份地球，甚至还要硬闯黑洞禁区，挑战那股吞噬万物的恐怖力量。但这绝不是什么自带主角光环的爽文剧本，在载入史册的硬核成果与粉身碎骨的代价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在这场与未知的终极较量中，我们是会创造史诗，还是会闹出大型翻车现场？所有的豪赌都将从这场阔别半个世纪的重温旧梦开始。2026年，4位勇士将把命交给猎户座飞船，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更是人类挑战深空概念的生死一搏。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以来，再没有人飞越过近地轨道的边界。这次任务就像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仪式，它不登陆月球，而是进行载人绕月飞行，全面测试飞船在深空环境下的所有系统，尤其是保护宇航员免受辐射和保障长期生命支持的能力。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猎户座飞船的成员舱其直径大约5米，相比阿波罗飞船的 3.9 米宽敞了不少。但为了这次为期10天左右的旅程，4位宇航员依然要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共同生活和工作，这对心理和生理都是巨大考验。他们飞行的轨道也很有讲究，是一种自由返回轨道，意味着即使发动机完全失效，飞船也能依靠月球引力自动返回地球，这是安全设计上的终极备份。当飞船运行到月球背面，与地球无线电通信中断的那几十分钟里，宇航员将是史上离地球最远的人类。他们望向窗外，看到的地球会是什么模样？那将是一颗悬浮在绝对漆黑中的蓝色弹珠，细小脆弱，却承载着全部人类文明。许多经历过阿波罗时代的宇航员都曾描述过那种俯瞰家园带来的认知冲击，被称为总观效应。2026年的这4位探险者，当他们亲眼目睹并直播这一景象时，会给地面上的我们带来怎样新的集体感悟？这次飞行究竟是在重温旧梦，还是在为一个更大胆的前往火星的新梦做最关键的一次排练？当我们的一部分注意力被载人深空飞行吸引时，另一群科学家正致力于解开一个更为宏大却也完全看不见的谜题。你或许听说过，我们所熟悉的所有星辰、星系只占宇宙智能总量的约 5%， 剩下的是 26% 的暗物质和 69% 的暗能量。它们不发光，不吸收光，目前只知道它们通过引力等机制影响着宇宙。2026年，一台名为南希·格雷斯罗曼的空间望远镜计划发射，它就是专门为侦察这些宇宙暗面而设计的超级侦探。它的核心武器是一个拥有惊人市场的相机，一次曝光就能捕捉到比哈勃望远镜宽100倍的天空区域。它如何捕捉看不见的东西呢？主要依靠弱引力透镜效应，大质量的暗物质团会像透镜一样极其细微地扭曲更遥远星系的光线。通过测量数以亿计星系的这种细微形变，超级计算机就能反推出宇宙中暗物质的分布3维地图。这就像是通过观察游泳池底瓷砖的扭曲图案来推断水面波浪的形状一样精妙。除此之外，它还将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研究暗能量，通过测量不同时代宇宙的膨胀速度，试图搞清这种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是否随时间变化。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是，这台望远镜还能通过微引力透镜方法发现许多其他技术难以探测的系外行星，包括那些不围绕任何恒星在星际空间自由漂浮的流浪行星。如果罗曼望远镜发现暗能量的性质与当前主流模型预测不符，甚至发现暗物质可能具有我们未曾预料的微弱相互作用，那将不仅仅是1-2个新发现，而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宇宙的基础架构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新思考。我们准备好接受一个由全新物理法则描述的宇宙了吗？说完这些塑造宇宙的隐形大手，咱们来看一个目标非常具体，行动堪称太空侠盗的计划。火星有2颗形状不规则的小卫星，火卫1和火卫2。2026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主导的 MMX 任务将派探测器前往火卫1，试图从它表面采集至少10颗样本，
并在2029年将这份星际包裹寄回地球。为什么对这颗不起眼的太空土豆如此感兴趣？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无比珍贵的时间胶囊。关于它的起源，2个主流假说都充满诱惑。一是它可能是一颗被火星捕获的小行星，保留了太阳系早期的原始物质；二是它可能形成于一次火星早期遭受的剧烈撞击，是溅射到空中的火星物质聚合而成。这意味着它的土壤里可能混杂着来自火星不同地质年代的碎片。想象一下，我们无需在火星广袤表面艰难寻找，可能只需分析这一勺来自火卫一的土壤，就能窥见火星数十亿年的历史片段。采样技术本身也很酷，由于火卫一引力极弱，只有地球的约1/1000，探测器不能像在地球上那样挖土，而是计划发射一颗弹丸，撞击表面，然后迅速收集扬起的表土物质，这需要异常精准的控制。一个更大胆的猜想是，如果火星远古时期曾存在过微观生命，那么当时小天体撞击火星时，是否有可能将一些含有生命痕迹的岩石碎片溅射到太空，其中一部分最终落到了火卫一上，并被封存至今。我们是否有可能在火星的卫星上找到火星生命的证据？这个想法听起来像科幻，却驱使着科学家去冒这个险。这份即将踏上归途的样本，会不会是人类收到的第一份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关乎生命秘密的信件？从火星的卫星抽身，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地球最亲密的伴侣月球。不过目的地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一面，而是它永恒寒冷的南极。那里的一些环形山底部由于地势原因，可能数十亿年未曾见过阳光，温度低至-250°C以下，是储存挥发物的天然超级冰柜。2026年，中国的嫦娥7号任务将瞄准这里，它的核心科学目标之一就是找水，更准确地说是探测水冰的分布、形态和含量。为什么月球水冰如此重要？因为如果存在且可利用，它将是未来月球可持续存在的生命线。水可以电解成氢和氧，前者是燃料，后者可供呼吸。这意味着月球南极有可能成为人类通往深空的码头加油站。嫦娥7号将是一个组合体，包括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一个能进行短距离飞行的飞跃器。这个飞跃器尤为关键，它可以跳入那些着陆器无法触及的永久阴影区边缘进行探测。一个技术冷知识是，在几乎没有光照的极寒环境中工作，探测器无法依赖太阳能，很可能需要使用同位素热源和电源来维持温度和供电。如果嫦娥7号确认了水冰的存在，并评估其可利用性，将直接为后续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选址提供关键决策依据。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一旦确认月球存在可观的水资源，谁有权开采和使用？外层空间条约能否应对即将到来的月球资源开发时代？我们是否会在月球上目睹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当我们努力在月球上寻找水的踪迹时，天文学家们早已将视线投向了银河系深处，思考着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2026年，欧空局的柏拉图空间望远镜计划发射，它的使命就是系统性寻找地球 2.0。 它不是泛泛的寻找系外行星，而是有明确的侧重点，寻找围绕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行且位于宜居带内的研制行星。它的方法是通过零星法监测恒星的亮度，当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会引发恒星亮度极其微弱的下降。柏拉图的任务就是以惊人的精度捕捉这种变化。他计划同时监测多达100万颗恒星，目标是构建一个包含数千颗系外行星的巨型数据库。但柏拉图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还将尝试测量一些行星的精确质量和半径，从而计算密度，判断其是否是研制行星，甚至通过分析恒星光线穿过行星大气时产生的光谱，来初步探测其大气成分，寻找水汽、氧气、甲烷等潜在生命印记气体。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了达到所需的超高测量精度，柏拉图望远镜由24架小型相机组成一个阵列。这种设计既提供了大市场，又通过冗余提高了可靠性和校准精度。想象一下，如果柏拉图在投入运行的头几年就发现了几颗各方面指标都酷似地球的星球，相似的大小、相似的轨道，甚至大气中含有氧气和甲烷，那将引起怎样的全球性轰动？人类社会是会因此而更加团结，意识到生命的珍贵与脆弱，还是会开启一个充满竞争与猜忌的星际大发现时代？寻找第二地球的梦想，在照进现实的瞬间带来的会是希望还是新的焦虑？在仰望星空寻找新家园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演练
如何守护我们脚下这颗唯一的蓝色星球。2026年底，欧洲空间局的赫拉探测器将抵达一个名为迪迪莫斯的双小行星系统，扮演一位严谨的事故现场调查员。他的调查对象是2022年被 NASA 的 DART 探测器成功撞击的小行星迪摩费斯。那次撞击是人类首次主动改变天体运行轨道的试验，但究竟效果如何？赫拉的任务就是给出最终答案。他将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撞击产生的陨石坑大小、形状，分析抛射出的物质，并精确测定迪摩费斯的轨道被改变了多少。一个酷炫的细节是，赫拉还将释放2颗迷你卫星，像侦察兵一样对这颗小行星进行抵近探测，其中1颗甚至会尝试在小行星上着陆。这项任务的科学意义在于，它将把动能撞击这种科幻电影里的行星防御手段转化为一套有精确数据支撑、可实际操作的可靠技术。这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我们掌握了偏转小行星轨道的能力之后，我们是否也承担起了作为地球守护者的责任？这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检验的不仅是我们的技术，更是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共同应对未来威胁的决心。我们的观测平台本身也在向更强大的形态演进。同样在2026年，中国首个大型空间光学望远镜巡天空间望远镜预计将发射升空。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将与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共轨飞行，各自独立，但保持在相同轨道面上，相距一定距离。这种陪伴但不依附的模式带来了巨大优势，它既拥有了空间望远镜不受大气干扰、观测连续的优点，又保留了未来由航天员前往进行在轨维护、升级甚至维修的可能性。理论上可以极大地延长其科学寿命。它的主镜口径约2米，虽不及哈勃的 2.4 米，但它的市场极大，是哈勃的300倍以上。这意味着它不适合像哈勃那样对单个目标进行极深度曝光，而更擅长对大片天区进行普查，以极高的效率获取海量天体数据。它的主要科学目标包括绘制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分布图，研究星系形成与演化，探测系外行星等。可以想象，当这台普查官开始工作，并与哈勃、韦伯等深潜者协同观测时，我们将获得怎样一幅更全面、更立体的宇宙图景？一个随之而来的可能性是，这种可维护、可升级的空间天文台模式，如果被证明成功，是否会成为未来大型空间设施的新范式？我们是否正在见证空间天文观测从一次性发射用到报废，向长期在轨服务、迭代更新的时代过渡？当我们用越来越先进的工具扫描宇宙时，总有一些天体以其极端的性质吸引着最前沿的研究。黑洞，尤其是那些位于星系中心、猛烈吞噬物质的超大质量黑洞，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不仅是引力深渊，也是宇宙中最高效的能量转化引擎，能将引力能转化为辐射和横跨数万光年的喷流。2026年，国际天文学界计划举办一场专题研讨会，核心议题正是黑洞事件世界附近的磁场。为什么磁场如此关键？当前理论认为，正是黑洞周围被强烈拉伸和放大的有序磁场，扮演着能量提取器和粒子加速器的双重角色，控制着吸积盘物质的向内坠落，并驱动着壮观的双向喷流。近年来，世界望远镜合作组织不仅公布了首张黑洞照片，还公布了偏振光图像，这相当于首次描绘了黑洞边缘的磁场线。2026年的研讨会，科学家们将基于 EHT 更新更精细的数据，或许包括对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类似分析，以及理论模拟的进展，深入探讨这些磁场的起源、结构和强度，如何决定了我们观测到的黑洞性格，是安静沉睡还是剧烈喷发。这项研究甚至可能对地球上试图驾驭核聚变的托卡马克装置产生启发，因为那里同样涉及高温等离子体在复杂磁场中的约束问题。我们对黑洞的理解似乎正处在从拍下照片到解析其动力学引擎的转折点上，每一次新的认知都让我们离这个宇宙终极奥秘更进一步。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事件世界之内物理定律失效的起点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依然像是一个沉默的警告。人类的认知是否存在一个永恒的边界？最后，让我们从所有这些宏伟的计划和深奥的探索中暂时抽身，抬头看看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亲身感受的宇宙奇迹。2026年8月12日，一场日全食将上演，月球的影子将从北冰洋开始扫过格陵兰岛东南部、冰岛全境，最后在西班牙南部结束。在全时代中心线，太阳将被完全遮蔽长达2分18.2秒。
对于天文学家而言，这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日冕的珍贵机会。日冕的温度为何高达100万摄氏度，远高于太阳表面，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对于普通人，这是一生难遇几次的壮观体验。白昼瞬间变成黄昏，星辰显现，太阳变为一个黑色的圆盘，周围环绕着珍珠色的丝缕状的日冕，景象既美丽又令人心生敬畏。日食也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动态的天体间精确舞蹈的宇宙系统中，它不需要昂贵的设备去观测，却凝聚了人类对天空最初的好奇与崇拜。在2026年那个可能夏意正浓的午后，你会选择去世界的哪个角落，与谁一起共享着来自宇宙的短暂的静谧与璀璨？当阴影退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时，你心中留下的又会是怎样的感受？虽然本次全时代在地理上跨越了欧亚北美3个大洲，但欧洲是本次日全食最核心、人口最密集、观测条件最便利的区域。遗憾的是，亚洲地区仅俄罗斯及北部偏远地区才能观测到。除了这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之外，2026年生活在北极圈和部分高纬地的人们将看到一场罕见的火环日食。月球缓缓移动到太阳正前方，却没能完全挡住它，于是一圈耀眼的光像火焰一样悬在天空中。那几分钟里，白天开始变暗，气温下降，鸟类以为夜晚提前到来。这不是特效，这是太阳、月球和地球在宇宙中一次近乎完美的对齐。接下来把时间拨到夜晚，如果说日食让白天失身，那月全食则会让夜空变色。2026年我们会迎来一次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雪月，月亮不会突然消失，而是慢慢从熟悉的银白变成深红色。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雪月都会问，是不是月亮出事了？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此刻照亮月球的不是直射的阳光，而是被地球大气层筛选过的光。换句话说，你看到的那轮红月是地球亲手投射在月球上的影子。最后，让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一些，除了太阳和月亮，2026年的天空还会出现几次有趣的画面。行星同框，在特定清晨或黄昏，你可能会同时看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甚至土星排在天空的同一片区域。它们并不是真的排成一条线，但从地球的角度看，那一刻整个太阳系的秩序会突然变得清晰可见。这一年，你不需要航天服，也不需要离开地球，只要在对的时间抬头看一眼天空。聊了这么多，从近在咫尺的月球到银河彼岸的另一个地球，从守护家园的哨兵到叩问宇宙起源的采集者，2026年的天空确实显得热闹非凡。当然，这些探索并不是一张已经锁死的时间表，而更像是一幅仍在不断修订的蓝图。在高度复杂的航天工程中，节奏与节点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无论顺序如何调整，人类向外探索的方向本身并未改变。当地球上的我们因为各种日常事务忙碌时，总有一些人和机器在替全人类仰望、思考和远行。这本身或许就是最动人的故事。在这些即将启程或发生的事件中，你最期待听到哪一个的后续消息？当他们的成果传回时，你认为哪一个最有可能悄然改变我们看待自身的方式？期待你的留言。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下一个夜晚我们不见不散。